万万没想到，把柿子和黑豆搭配在一起，真是天生一对，解决了不少人的大问题。还别说，才试了3天，超级管用。不得不说，老一辈的智慧就是牛。大家好，这里是百变小厨房。首先，我们准备一大把黑豆，看看里面有没有坏掉的不好的豆子，将它挑选出来。黑豆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粗粮，常吃对身体好处非常多。但是像这种豆类，长时间放在家里面就特别容易长虫子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挑选干净。接着往里面加入清水，用水将黑豆洗干净。因为我这里就只准备了一把黑豆，所以在洗的时候用单手来抓洗就可以了。如果黑豆比较多的话，我们就需要用双手来搓洗了。黑豆里面含有特别丰富的营养元素，尤其是花青素的含量也非常高。生活中大多数朋友只知道黑豆的营养非常丰富，除了粗泡黑豆之外，最常见的做法就是用它来煲粥了。除此之外，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它还有哪些吃法。我们都知道，不管多滋补的食材，吃法不一样，搭配的食材不一样，所产生的作用也有所差距。所以食物之间的搭配也非常重要。而今天我们的黑豆和柿子的搭配，相信很多朋友都没见过，更没有听说过。洗干净的黑豆，我们控水将它抓入另一只干净的碗里，接着加入足量的温水，水的温度大概在40度左右，将黑豆放在一旁泡半个小时。接下来准备2个柿子，脆柿子和软柿子都可以，但是这里尽量推荐大家去买软柿子，因为软柿子不管是生吃还是用来煮熟，口感都要好得多。秋冬季节的柿子是应季水果，不仅颜色艳丽，吃起来也是甘甜多汁。这个季节的柿子品种也非常多，像柿饼、柿干，还有脆柿子和软柿子。那么对于脆柿子和软柿子，你最喜欢吃哪一种呢？我个人是比较偏好吃软柿子的。准备好的柿子把它放进盆子里，也用水把柿子洗一洗。洗柿子和洗黑豆方法有所不同，需要在水里面加一些盐，然后用手轻轻搅拌，让食盐溶解在水里。接着用食盐水来清洗柿子，这样才可以把表面的脏东西清洗干净，尤其是柿子蒂的地方，相比于柿子的其他部位要脏许多，所以洗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清洗干净。因为我用的是软柿子，表皮特别柔软，稍微一用力，整个皮就破了。如果你用的是脆柿子的话，那么直接可以把盐撒在柿子的表面，轻轻的揉搓，那样会洗得更加干净。其实柿子除了可以直接吃之外，我们把它用来做冻柿子也是非常好吃的。每年的这个时节，我都会买许多的柿子在家里面，吃不完的我就会把它放在冰箱里面冻起来。天冷的时候，一家人围着炉火来上一个冻柿子，那叫一个惬意。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水非常的脏，当水倒掉后，再将柿子反复冲洗2次。有条件的朋友也可以放到自来水下面去冲洗，那样的话洗起来更加快捷方便。以这种方式清洁出来的柿子，我们就可以放心的吃了。尤其是家里面的小孩，大人吃了，小孩也放心。看一下柿子被洗得晶莹剔透的，十分可爱，看起来就食欲满满。洗干净的柿子，现在我们把上面的柿子蒂取下来。相信生活中很多朋友每一次吃柿子的时候，柿子蒂都是随手扔掉了。我家的柿子蒂却从来都没有扔过，很多人都不知道它的用处可大了。取下来的柿子蒂我们先放在一旁备用，接着将柿子从底部一分为2，接着再把柿子切成小块。我今天买的这个柿子软硬适中，切的时候都快要流口水了，看起来就非常的诱人。这种的柿子不管是生吃还是用来煮都非常的不错。都是新鲜柿子，但是相对于脆柿子来说，如果买回家之后
它是不能立刻马上吃的，必须给柿子先进行脱色处理，脱色处理之后才能吃。切成这种的小小的薄片就可以啦。切好的柿子片放进砂锅里，接着把我们之前泡好的黑豆也放进来。因为黑豆它的外壳比较坚硬，如果直接加水煮的话，很难把它煮软煮熟，所以在煮之前我们一定要先浸泡半个小时。如果时间不够的话，我们可以晚上泡好，第二天早上就可以用了。接着再把柿子蒂加进来，然后再加一大块冰糖，不能吃冰糖的朋友这一步可以省略。然后往里面加入半锅清水，水的量可以根据自家人口的数量来定。大家要注意，我们这里加冰糖并不是为了增加它的甜味哦，所以绝对不能用白糖或者是红糖来代替，只能用冰糖。接着盖上锅盖，要用大火先把锅里面煮开。锅里面煮开之后，继续保持中大火，再煮25分钟。所以我们加水的时候一定要一次性加足，因为在后期的过程中不建议再往里面二次加水。20分钟左右，你就能闻到特别浓郁的香气了。这个时候我们把锅盖打开，哇，真的是太香了！柿子已经变成了这种的浅黄色，用勺子搅拌搅拌，可以看到里面的汤水变成了这种偏酒红色的样子。20多分钟，黑豆也已经煮熟了，只是不是非常的软糯。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说刚刚好，但是对于咱们喜欢吃软糯一点的朋友来说，我们可以再把它煮一会儿。锅里的汤汁就是黑豆和柿子的结晶所在了。煮了这么长的时间，柿子和黑豆里面的营养成分早已煮进了汤汁里面，而且这个颜色看起来也是非常诱人。这样煮好之后，里面就不要再加任何的料了。现在趁热将里面的汤汁盛到杯子里面或者是碗里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都已经看到这里了，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那么请用您发财的手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一次点赞和支持都是我最大的前进动力，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。盛进杯子里面，我们的柿子黑豆水就可以开始饮用了。趁热饮用，喝完之后浑身都暖乎乎的，喝起来也非常好喝，有一点像平时我们煮的果茶。柿子的香味特别浓郁，喝完之后齿颊留香，非常好喝。黑豆柿子水做法非常的简单，但用处却一点都不简单。现在很多朋友都没有见过了，但是在我们的小时候，家里面经常这样熬煮出来喝，一直觉得非常棒。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一试。那好了，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了，感谢你收看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，拜拜。